有缘人，今天的影片很长，希望你耐心看完。如今的社会随着越来越组织化，追求更高效率化，人的思想和行动也因要追求高的效率，导致情绪上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激烈的竞争、高期望、高要求等因素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人们更容易感到紧张、焦虑和压力倍增，这会使得人们的神经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。长期处于这样环境，对身体健康失衡，易得肝火旺盛体质。同时，互联网负面信息传播也不知不觉地滋养着我们的思想。教育又是服务于高效率的社会，今天的教育更注重的是知识的学习、技能的掌握，育人也就缺了德，缺了自知之明。当情绪出现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情绪没有及时疏导，最后变成戾气体现出来。这种暴躁极端的心理，如果无法适当排解，最终会表现在行为上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就像一个火药桶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一点就炸。那么，什么是戾气呢？戾气最初是佛教用语，指的是凡事要做得狠，偏向走极端的一种心理或风气。戾气重的人行为一般会比较极端。举个例子，在平时开车出行中，有些人开车时特别急躁，频繁地按喇叭，变道超车，甚至与其他车辆发生摩擦时容易情绪失控，这些都是戾气重的表现，忽视了安全和对他人的尊重。开车的你，这个例子是不是很眼熟呢？除此，可以理解为就是暴戾之气的意思，即一种残忍，凡事要做得狠，偏向走极端的一种心理或风气，可以看作杀心重或杀气的近义词，但更指向广泛一些，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偏爱杀戮残害，比如动不动破口大骂、往死里骂，或对一些小的坏事偏向于非常严厉处罚。戾气表面是一种怒，实质是一种怨，这种怨气积压得很深很深，又没有可以疏解的机会，日子久了就变为戾气。戾气就像化粪池里的沼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鸡毛蒜皮都有可能引爆它，从而形成磁场吸引，导致双方或者民族情绪以暴制暴的现象出现。这样的现象大到国与国之间，小到人与人之间交流都有。人际交往中，你是不是有时常感慨，没法和一个脾气暴躁上头的人说道理？如果你好好的苦口婆心说中，会不觉之中与之有暴力倾向冲动。有戾气在人际不好，福报也远离，负能量磁场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情绪，让他自己深陷其中，苦恼和怨气，让他不知不觉中变得对外界充满敌意，像是一只刺猬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竖起全身的刺，对外宣泄恶意。人际关系处事有时是需要有脾气、硬气，但是戾气是绝对不能有的。脾气是可控的、有原则的，可柔可刚，有时候甚至能为你树立威信格调，使你迅速为人所知晓。但是戾气只能让人变得暴躁易怒，心情阴晴不定，世人眼中的人仿若刺猬不可触碰，丝毫益处都没有。那么如何化解我们心中的戾气呢？
观察者即是所观之物，要超越心智的障碍。心智首先必须得对障碍有所觉察，不是吗？你必须知道你自己心智的限制范围边界等。但是我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些，我们说自己知道，那只是口头上的说法，我们从来不说这里有障碍，我心中有种束缚，我想要去了解它，所以必须对它有所认识，我要观察它如何产生以及它所有的本质。如果我们知道病因在哪里，我们就有治愈它的可能。但是想认识心病，认识心智特殊的限制、捆绑或障碍，必须去了解它，我们就一定不能责备它，一定不能说它是对的或错的。我们必须观察它没有意见或偏见，但是这是非常困难的事，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总是教我们去责难。要了解一个孩子，一定不能对他责难，责难他是没有意义的。当他在游戏、哭泣、吃东西时，你要观察他，你要观察他所有的情绪。但是你如果说他顽劣愚笨，说他这样或那样，你就无法真的观察了。同样，如果一个人要观察心智的障碍，那么不只是表面上的障碍，连潜意识里的障碍都要加以观察。你观察它却不去责难，你的心就可以超越它们。这种不寻常的超越行动就会带领你抵达真理。其实总的来说，消除戾气的关键在于调整心态，建立内在的平和与开放。我愿分享以下消除戾气的5个方法，希望能帮助有心人消除戾气，活得轻松，受用一辈子。1. 拒绝抱怨，不要怨天尤人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用行动去解决问题。如果你选择抱怨，即便机会降临，也会与你失之交臂，即便想帮你的人，也会离你而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的戾气就只会越来越重，因为抱怨是最容易催生戾气的，越抱怨戾气越重，而戾气越重也越爱抱怨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2. 保持自信，学会正视自己。有一个很妙的比喻，有小狗也有大狗，小狗不会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。这个世界上人生下来就是不一样的，成长和际遇也会不一样，有高有低，有美有丑，有穷有富，有成功有失败。你不能看到有人开豪车住别墅就戾气丛生，觉得不公平。你最应该做的是保持自己，正视自己的长处和缺陷，改进和提升自己，而不是看别人不满或者嫉妒别人的生活。3. 平衡心态，不做无谓比较，戾气很多时候是在比较中产生的，因为自己过得不如别人，就羡慕嫉妒恨，所以要消除戾气，还要懂得平衡心态，不做无谓的比较。有一位法国作家说得好，我这一生结识了许多的达官显贵，还有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，他们的人生和成就令人羡慕，但如果你了解他们，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不幸。有的看上去风光无限的人，其实过的是苦不堪言。这位作家就是很懂得平衡心态的高手，不做无谓的比较，自然就不会有无谓的戾气。4. 改变自己，懂得适应环境。你知道皮鞋的来历吗？
说的是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国王，一天，国王外出视察，走了很远的路，这条路坎坷不平，很不好走，国王的脚都被磨破了。回到自己的宫殿后，国王心生戾气，竟然不顾民众死活，发出一条诏令，让民众用牛皮铺好他走过的这条路，以及他将来可能要走的路。这是典型的劳民伤财，也是伤天害理，得杀多少的牛啊！再说也没那么多的牛。于是一位大臣冒死向国王进言道：陛下，与其用牛皮铺路，为什么不用最好的牛皮包在你的双脚上呢？国王听了恍然大悟，据说这就是皮鞋的来历。这故事说的就是人的戾气，往往是因为不满又不能改变环境而产生的。但改变环境何其之难，为什么不尝试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呢？5. 学会等待，耐心化解戾气。戾气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不耐烦，没有耐心，一遇到需要等待的事情就易怒易躁。所以想消除戾气，就要学会等待，用耐心化解戾气。等待不是无所作为的干忍着，更不是在无所事事的等待中让自己的戾气越来越重，而是说保持平心静气，以平常心看待等待，明白很多事情只有经过等待才能迎来最好的结果。当我们能控制住情绪，保持乐观开朗的时候，福气就会来。当我们懂得包容理解和而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化解戾气，获得幸福。好了，如上分享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戾气重，平时积德行善，积累福报，观察了解戾气，从而超越它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意思是说，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，水善于帮助万物，却不与万物相争，所以水是很接近到的是宇宙秩序。下面分享人际交往，戾气太重的人往往有以下这3个特征，要认识一看便知，避免受伤害。1. 情绪容易失控，任由情绪操控自己。情绪是人的情绪，人应该做情绪的主人，很好地控制自己情绪，让情绪尽量保持稳定。这是一个人很重要的素质和修养。拿破仑就曾经说过，真正能控制好自身情绪的人，比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还要伟大。然而戾气太重的人最大的一个特征，恰恰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而是任由情绪操控自己，搞得自己就像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火药桶一样，一点就炸，而且是处于行走状态的火药桶。别人一旦刺激到他的情绪，哪怕是因为芝麻绿豆大的小事，他的情绪也会立马爆发，轻则对人恶语相向，乃至破口大骂，重则会不计后果大打出手，造成伤人伤己无法挽回的悲剧。国外犯罪心理学家的研究就表明，很多犯罪行为并不是事先就预谋好的，而是属于情绪失控下的冲动犯罪，或者叫激情犯罪。戾气的产生往往也就是因为情绪的失控，而之所以遇到点刺激就情绪失控，
则是因为平时就情绪不稳定，喜怒无常。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人有情绪不稳定的表现，那么就要小心了，他很可能是一个戾气比较重的人，即便他本身不想伤害你，也很有可能不由自主地做出伤害你的行为。遇到这种人，还是尽量远离为好，避免被伤害。2. 心里面过于阴暗，总是攻击和重伤别人。戾气太重的人还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心里面过于阴暗，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美好，也看不得别人的美好，习惯攻击和重伤别人，而且这些攻击和重伤都是按自己龌龊、阴暗的想法扭曲和加工过的，任凭别人拿出什么样的证据，他们的选择都是不相信。尤其是当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时，那对别人的攻击和重伤简直就比真正的刀剑还伤人了。当然，这样戾气太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，更多的是存在于网络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键盘侠。网络上的键盘侠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是不如意的，但又无法发泄，于是就把心中的戾气全都释放到了看不见的网络中，用最阴暗的想法、最恶意的语言去攻击和重伤别人，完全不考虑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伤害，只顾自己的发泄。像这样戾气太重的人，你不管是现实中遇到了，还是网络上遇到了，都不要尝试向他们解释什么，现实中就远离，网络上就拉黑，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，否则受伤害的只会是你自己。3. 浑身负能量，最喜欢的就是抱怨。戾气太重的人，身上的负能量肯定也很重，尤其是怨气非常的重，稍微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情，他们首先想到的都不是反省自身或者去解决问题，而是不断的抱怨，抱怨社会，抱怨他人，抱怨命运，甚至抱怨父母。和这些怨气重的人交往，谁都会觉得累，觉得不舒服，因为他们总是在抱怨，怨气积聚的多了，自然就成了戾气。4. 家庭生活会变得一团糟，戾气重的人肯定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，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别人在欺负自己，自己要睚眦必报，用心理学的术语说，这就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。所以那些戾气很重、不愿意相信别人的人，往往家庭生活会变得一团糟，小小的问题都会被他的心魔点燃，最后引爆开来，人与人之间和不和讲一个圆，一切因缘和合，万事以和为贵。天时地利财人和和气能生财，不要让自己身上沾有太多的戾气。生活需要和和美美，需要与人和睦融洽相处，好运才会来找你。所以当我们能控制住情绪，保持乐观开朗的时候，福气就会来。当我们懂得包容理解，我们就能化解戾气，获得幸福。感谢你耐心看完这个影片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。回复一句远离戾气，愿你成为一个温暖阳光的传播者，化解身边的戾气，渡人渡己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充满爱和正能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